你知道吗？人生最要紧的不是工作，是生活。可我们全搞反了，为了工作把生活都不要了，这不是本末倒置吗？你看现在的人啊，天到晚忙工作，回到家累得要死，哪还有心情跟家人好好说话？可是你想想，工作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生活吗？生活最要紧的是什么？是人情啊！中国人跟外国人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。外国人问你好吗？他根本不关心你好不好，只是打个招呼而已。中国人不一样，中国人重感情，你月薪多少我不会问，但你要是不告诉我，我就觉得你不把我当朋友。这就是我们的文化，从古到今都是这样，乱中有序，很乱但很有条理。这个条理就是伦理，从家里开始，一家人不合作，你就单打独斗。单打独斗，你斗得过谁？情绪这个东西啊，说起来简单，其实花样很多。高兴、伤心、兴奋、惊讶、愤怒、沮丧，这些都是情绪。你一定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，才有办法去管理它。连怎么引起的都搞不清楚，你怎么管？我现在跟你讲，情绪有4个方面的反应，你要听清楚了。第一个是主观感觉，情绪完全是你主观的感觉，跟别人没关系。你看到这朵花很高兴，那是你的事。有人看到这花就不高兴，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吃，别人不一定觉得好吃。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只能讲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不能倒过来讲。很多人喜欢乱改成语，自作主张，结果害人害己。我不喜欢的，你大概也不会喜欢。这个可以，但我喜欢的，你也一定喜欢，这就错了。你看有人拿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，我认为这酒好，每个人都来喝一杯，人家什么反应？人家根本不喜欢这个东西啊！所以很多事情你把它倒过来不一定对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自己不愿意的事情，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。但己所欲，你不可以施于人。我喜欢喝咖啡，你一定也要喝咖啡。结果晚上我睡着了，你还在那里睁大眼睛睡不着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每个人反应不一样啊，它是很主观的，一点不客观。第二个是生理变化，你看有的人体质敏感，有的人比较无所谓，有的人下午喝咖啡晚上睡不着，有的人晚上喝咖啡照样睡得着，这就是体质不同，生理反应不一样，表情跟动作也不一样。有人很夸张，有人很含蓄。我必须要让各位了解，现在的人表情越来越夸张，这对自己不利。小小的事情就说笑死了，哪有什么好笑死的？你就是表示你很高贵，可你有什么高贵呢？看到一条蛇就吓死了，人家只会笑你，不会同情你。为什么一条蛇你怕成那样子？就是你装得很高贵，可你没有那么高贵啊！你想想看，职位越高的人，他几乎没有什么太多表情跟动作。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，为什么我们要重视家庭教育，要重视亲子关系？一句话就讲完了：养儿子不教，害自己全家；养女儿不教，害别人全家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你自己情绪不好，所有跟你在一起的人都倒霉。你那么夸张干什么？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？真好吃啊！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，这不是笑话吗？很多人拿个奖品就不得了了，这个人志气很小嘛，这辈子只能拿这个，以后大的跟他都没份了。我们不是外国人，搞清楚一点，中国人是比较含蓄，因为他知道别人的感觉跟你不一样，你的那种表情动作会给人家不同的观感，引起大家不同的情绪变化。你少来这一套，最后是行为冲动。你看冲动的结果就是2个字：后悔。
你骂人完以后，你就开始后悔。没有人不后悔的，骂完了还担心，万一他打我怎么办？我出去他揍我怎么办？万一他叫人来报仇怎么办？你不是自己找麻烦，冲动，最后受到最大威胁的就是自己。但我们经常没想这么清楚，骂了就骂了，怎么样？你敢不会怎么样？他现在不敢，过后才会找你算账。尤其是中国人，你千万少惹他，因为他那种复仇心理很强，复仇期很长。这句话我再讲一遍，中国人是世界上复仇心最强、复仇期最长的人。我们不是外国人，外国人你跟他道歉，他就算了，真的算了。中国人你道歉没用，他还是找机会要整你，整不了你，他儿子还是要整你，这个很麻烦，主观感觉是很明显。我生气了，我很喜悦，其实这些都是你个人的事情，跟别人没什么关系。有时候你很高兴，别人还不太高兴呢。有个企业家赚了钱，请他父母去吃饭，他父母坐在那里没有表情，一句话都不说。我问他，你儿子对你这么孝顺，你怎么这样？他说怎么知道他孝顺？我说他赚了钱请你吃饭啊。他说没有这回事，那是他要炫耀给别人看。你看我赚了钱了，我有本事请我爸爸妈妈，他根本不孝顺我，他是把我当工具拿来炫耀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怎么不知道？一进来就跟我讲，爸，这里菜很好啊，我常来。我心里想，你常来到今天才叫我来。你会发现人就是这么难伺候，你好心好意，他觉得你在利用他，这都是谁的错？儿子的错。儿子把老爸请去，一定要讲这家餐厅，我也是第一次来，只是店家告诉我很好，我也不晓得哪些菜比较好，我们少操心，干脆让他包办好不好？爸爸一定说好，很好，这样每样菜都说好。你不是说这餐厅有几道好菜你常吃，每一道都不好，你说好，我就是不好，因为它是非常主观。我劝各位不要告诉人家那个电影很好看，你赶快去看，千万不要，你都是害人。凡是有人告诉你哪个电影好，你去看多半很失望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那个期待值很高，电影还没看你就期待很高，然后一看都是失望。所以我从来不告诉人家哪个电影好坏。他问我这个你看过吗？我说我看过，好不好？我说你自己去看，我不要剥夺他这种评估的能力，我不要。如果他问我值不值得看，我会告诉他还可以，你可以去看看。有的我会说算了，除非你现在没事做，否则不必看。我可以这样讲，我不会讲好坏，因为那是非常主观的事情。记住，相同的情况，每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。千万不要把将心比心想错了，认为我这样想你一定那样想，千万不要将心比心的意思是我把我的心放在你的身上，站在你的立场来想，而不是我认为这样你一定要这样，那是错误的解释。生理变化是很复杂的，大家要知道，我们生理的疾病都是从紧张而来，只要你全身不紧张，你大概不会有什么病。你有什么病？所有病的起因就是因为紧张，可是你放松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事情老搁在你心里头，然后叫你提心吊胆。明明没有事，你一天到晚在那里恐惧，这些东西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。我们只能这样提醒各位，为什么我们会有不同的情绪反应？主要是我们的内分泌不一样，主要是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反应不一样。我们身体的疾病主要的原因就是紧张，可是我们放松不了。我们天天说要放松，但实际上非常困难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自律神经，这自律神经表示它是自己在动，而不是说你完全可以控制的。
幸好这自律神经有2大部分，就好像阴阳一样，一个叫交感神经，一个叫副交感神经。当你很兴奋的时候，它会让你稍微冷静下来；当你很激动的时候，它会让你比较缓和下来。它自己会调整。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让它的调整能够合理化，而不是说我完全没有什么负面的反应，那几乎不可能。我必须说明，一个人要做到完全不发脾气，其实不太可能，也没有必要，更不能压抑。压抑是不能解决问题的，压抑就是使得有一次会爆发更严重。你看地震，偶尔地震一下反而不会大地震，好久没有地震，那这次地震就不得了的。我们里面也是一样，我想发火我忍住，我想发火我忍住，然后一下爆开来，什么都没办法解决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血压会增高，我们心跳会加快，我们呼吸会急促，我们瞳孔会放大，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内分泌跟我们的自律神经它自动的一种反应。有时候我们全身都有鸡皮疙瘩，有时候我们感觉到好像后面老有一个阴影在那里。像这些东西跟消化不良其实是一样的状况，没有什么神秘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生理变化它是很自然，你饿了就有饿的感觉，饱了自然有饱的感觉，你不可能说完全没有这种情绪反应，那也不好。表情动作是我们比较容易看得出来的，某些比较表面的一种状态，有些是全世界都一样，但有些是不一样。我想大致上，我们认为对的时候都会点头，我们认为不对的都会摇头，像这种是比较般性的。可是后天的教育，后天的影响，那就全世界都不一样。比如说美国人，你送他红包，送他礼物，他会当面打开来，他会把内容说出来，然后说他高兴不高兴。中国大概不会这样做。我问你，当有一天你送红包给一个人，他一打开说，哎呀，这么多1200块，所有人反应怎么样？都是恨死你的，你怎么给他特别多？那我为什么没有美国人没有这种顾虑？中国人你给他红包就放进去，回家偷偷的看，他就不敢公开看。像这些就属于后天的文化不同所造成。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讲，先天的大概全世界的人都一样，好像饿了，那个脸色会发青，手脚会发抖，然后看到东西会很专注。如果没有钱他就想偷，我看这都全世界都一样。可是后天的那种影响所表现出来的方法就不一样。大概西方人比较容易把喜怒哀乐都形于色，中国人都比较不喜欢这样子。你去看，官越大的脸上越没有表情，凡是职位越高的，他越知道我内心的活动不要让人家知道比较好。一个人内心有什么想法马上表现出来，其实对你是相当不利。这种人我们叫他很天真，天真无邪其实是好事情，但是在后天的环境，我们就认为这个人没有修养。所以我已经开始在讲，很多情绪是教育所造成的，而教育对错是另外一回事。可是你长期在这里生活，你就要适应这里的环境。我们全世界的教育其实也不一样。美国人叫你有话就说，有能力就表现，中国人大概不会这样说。我自己吃过亏的。我在当兵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家里环境不好，所以没有礼拜天出去玩，我就在军营里面拿旧报纸练习写字。但是这么一来我就痛苦不堪，因为只要选什么必报都是拉我去做公差，这还没关系。有一次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用水泥砖头砌了一个垃圾箱，也叫我趴在地上去写垃圾箱3个字。我当时想，我怎么那么倒霉，就是因为你喜欢写大字，
你又不是写得很好，你干嘛这样表现呢？为什么中国人告诉你有才能不能随便表现，有话不能随便讲出来？其实我们有我们的道理，因为我们不是西方的社会。我接受我们现在应该有新的作为，我接受，但是新的作为是新的合理，而不是跟西方一样。千万不要把新的作为、新的表现要用西方的标准来看，那大错特错了。我再三说，我们不可能把各位拉到从前，可能，因为那是做不到的事情，也没有必要。我们只是就我们的环境，我们要走出一条新的路来。我们可以适当的表现，但是千万记住，既不要不表现，也不要乱表现，这应该是比较合理的。行为的冲动是怎么来的？你看，你会打人就是很冲动，你会摔东西、搞破坏，你的目的就是你让我生气，我就让你吃亏，就是这样而已。我为什么生气？因为你惹怒我，我就给你难看。为什么摔东西？很简单，我打不过你，我就摔东西；我打得过你，我就打你了。怎么可能摔东西？这是很聪明的。我打不过你，我打你，那我就糟糕了。摔东西，摔你的东西，我摔别人东西，因为他们是罪魁祸首，使我无法忍受，所以我要处罚他们。我在这里要先说，这个观念是绝对错误的，因为最后受处罚的是你自己。我今天给各位一个新的观念，这个观念一定要好好记住，因为这是很关键的。你为什么生气？就是你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自己，你是最倒霉的，他应该受惩罚。怎么你在这里受惩罚，但是最后都是你自己要受损？你看你气的晚上不能睡觉，结果那个气你的人睡得好得很，不奇怪吗？应该他不能睡觉，怎么你不能睡觉？你的目的是要惩罚他，最后都惩罚自己。生气就是别人做错事，结果你拿来惩罚你自己。你哪天想通这个，你大概就不太会生气了。你觉得我很划不来，现在你觉得我这样才对，你会发现都是你在决定。你打不过人，我就拿物来出气，甚至有的人打小孩叫做出气筒，有的人在外面受气回家打小孩，没有小孩打太太，有人在外面受气回来谁都没有就开始打电视，电视坏了还得拿钱去买，你好好去想一下，最后都是惩罚自己的，你惩罚不了别人。我希望各位改变一下观念，情绪它是一个警讯，它是个警示灯。我们一直把情绪当作很自然的反应，其实不是。情绪是给你一些警戒，当你觉得全身要爆炸的时候，它就在提醒你，你什么地方出了问题，你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。因为它没有好坏，没有优劣，它只是告诉你你的反应有点问题，如此而已。如果你有这样的警觉性，你就知道我怎么样去调整我自己。当我拿起这个杯子要打人的时候，我只要有警觉性说，我这一打出去，看起来是我占便宜，最后是我吃亏，那我就会转变一下，把它拿来喝一口水，然后轻轻的放下，就整个改变。我们一直没有把情绪当作一个反应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不要不动脑筋，让你的情绪自然而然的反映出来。因为那个有时候好，有时候不好，有时候对，有时候错，而最后的结果要你自己来承受。我想关键就在这里，你稍微改变一下，任何一种情绪反应，你都把它当作它是在提醒你要怎么去做才正确。比如说我现在肚子很饿，我看到很香的包子，我自然就伸手去拿来咬一口，这是很自然的。可是当你要伸手出去的时候，你就开始想，我肚子饿只是一个警讯，我能不能这样做，我要自己考虑考虑，那就完全不同。你看我们中国人习惯，就是说你
看到包子要先照顾别人，大家一起来，然后你才可以动手，否则的话你就会引起很多人的反感，对你以后有很大的障碍。情绪有大的，有明显的，也有小的，有平常不注意的。如果你能够把这些都当作是一种警讯、警示灯，就好像是黄灯一样，还没有到红灯，但到黄灯你要不要做一些动作，该不该刹车，要停在什么地方，你就不会措手不及。我们现在主要就是没有这种警示灯的这种概念，高兴了就高兴出来了，不高兴脸色就难看了。我们从小看到父母是这个样子，爸爸不高兴就拍桌子，这对我们是有影响，没有错。昨天我坐飞机的时候跟一个老外坐在一起，他跟我讲得很有意思。我看他很年轻，我说你今年不到30岁吧？他说我30几岁了，我有2个小孩。然后他跟我讲，他说以前我爸爸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就开始跟我妈妈讲说，我肩膀酸，我腰痛。我现在开始跟我太太讲，我肩膀酸，我腰痛，让他来给我像我母亲揉我爸爸一样给我揉2下，这是难免的。我们往往认为遗传只是好像体质上的遗传，其实习惯也会遗传的。你从小看爸爸怎么样对待妈妈，妈妈怎么对待爸爸，然后你这辈子长到年龄，你很自然会那种反应出来。这个其实不是好现象，因为每一代的环境不一样，你怎么可以跟他一样？你不可以，他就是没有这种警戒的观念。说我现在为什么腰痛呢？你应该想，我现在几岁？我爸爸那个时候像我这个年龄腰痛是正常的，我现在这种情况腰痛就不正常了，因为现在营养也好了，卫生也好了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。那怎么可以说他开始腰痛我就开始腰痛？你就会调整，我想这是关键。所以我在这里说，一个人把它当作就是没有办法的反应，他就没有办法就反应出来了，那就无从管理。我希望各位一定要记住，人是不能看破的，一看破你就很消极，你就无所作为。但是人是不能斤斤计较的，人斤斤计较，你就时时不愉快，常常痛苦。人要怎么样？要看开，不能看破。很多人把这个分不清楚，认为看开就是看破，大错。人要看开，看开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会常常倒霉，不会，就这次嘛。那什么了不起呢？人家也碰到过，只是碰到的时候我不知道而已。你就不会那样子说，怎么别人都那么好运，只有我这么差劲。我希望各位了解，当别人遭遇到不幸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不在场，我们经常没有看到，当一个人在家里受那个病患的困扰的时候，你根本没有看到。可是他一个人出来，总是打扮得整整齐齐，总是装笑容，讲话总是很有精神的样子。你觉得这个人好像从来没有病过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当他生病的时候，你根本不在场。我们一定要记住，每一个人都有大大小小的挫折，都有各种不同的坎坷的遭遇，你才会长大，你才会长得大，而且你的体验才会广，否则连体验都没有了，那你还谈什么？所以我们这里提出3个字，叫做平常心。平常心听起来很平常，但事实上很不平常。什么事情来，你会当作这无所谓，本来就这样，没什么稀奇，你的情绪就比较不会波动。比如说有人去教会听那种传道，牧师就讲，当有人打你的左耳光的时候，你要把右脸也给他打，你就没事了。我不知道你听了这话你会不会接受，说当人家打你这边的时候，你说来这边也打一下，有这种人吗？但牧师都是这样讲的，当人家打你左耳光的时候，你把右脸也给他打，你就不会生气。有个人听完以后
他上去啪一下就真的打那个牧师。那牧师怎么办？牧师没办法，自己刚讲过，然后给他打，啪一下他就出去了。这个牧师就从后面跑上来，2只手打他的头，啪啪啪。他说你怎么打我？牧师说圣经上讲的，我们的愤怒要发泄在敌人的头上。我在说什么？我在说的比做的好听，不要那样子。你讲的太高调了，讲的太好听了，不切实际。人不可能不报复，只是不要过分，这样就好。人家打你，你完全不当一回事，那就很皮嘛。这个人很皮，那人家怎么把你当一回事？你还是要计较，但是看当时的状况做适当的反应，这是我们所要学的。我们希望各位改变一下，唯一可行的方法只有4个字：调整心态。只有这个办法，那个心态你自己可以调整，那跟外面没关系，那你自己可以控制的，所以你可以做自己的主人。只要你心态一改变，整个情绪就改变，就不一样。这句话非常重要。我们长久以来认为我们是被事情所困扰，其实不对的。我们是被你看待这个事情的观点所困扰，是你自己在困扰自己，而不是外界的环境在困扰你。想清楚了没有？我有一次坐在飞机上，然后有一个人过来打开行李箱，那时候还可以带一瓶威士忌，啪一下打到我头上。班人已经站起来，要么要求赔偿，要么跟他没完没了。我真的没有。我摸摸头，我只想幸好没有打破，打破我就完蛋了。然后他说对不起，我就说就这次，不要下一次，我也受不了，就没事了。你想想看，你打他也没有用，你要他赔又怎么赔？人家就说你看趁机要钱，趁机要钱你能要几个？没人会认为说你的头他应该怎么赔，没有人这样讲，就说你看找机会要钱了。那我更糟糕了，我拿不到又背了个黑锅。我真的心态一调整，说幸好没有打破，不然我今天完蛋了，那整个就化解掉了。当你摔一跤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心想骨头居然没有断，就没事的，你起来就很高兴，那你全完了。那你这样你就知道很多妈妈的教育其实是错误的。我们一直教小孩摔跤要在地上打他、踩他、骂他，这是不对，他就开始有情绪负债了。情绪负债，但是你骂小孩也不对，你看叫你小心，你不小心也不对，他就开始有罪恶感，每次都觉得我不小心没有听妈妈的话，也不对。当一个小孩摔跤的时候，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动，也不要说话，让他自己站起来。他实在站不起来，这个时候你才问他有什么地方痛，怎么样？你就事论事，不要谈到情绪问题，他就不会引发这些情绪的反应，他不会。然后你告诉他没有关系，谁都会摔跤，妈妈以前也摔过，只是以后要小心一点就好了。他自己会感觉到，我这样摔跤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大家都摔过就没事了。情绪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，你可以控制你的情绪，而不是被情绪控制。很多人说我控制不了，我一生气就什么都不管了，这是骗人的。你看你在外面生气，你会不会打你的老板？不会。你为什么不会？因为你知道打了老板你就完蛋了，所以你控制得了。你回到家里为什么控制不了？因为你知道打老婆打小孩没关系，他们不会怎么样，所以你就乱来了，这就证明你是可以控制，只是你不愿意控制而已。我们要了解情绪是可以管理的，但是不是压抑，压抑是最糟糕的。你看那个气球，你一直压一直压，最后一定会爆炸的。我们要的是疏导，是调整，是转化。你生气的时候，你不要马上发作，你先深呼吸几次，
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你想想看，这件事情值不值得你这么生气？你这样生气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最后受害的是谁？你一想通了，你就不会那么生气了。有人问我，那我该怎么发泄我的情绪呢？我告诉你，发泄情绪最好的方法就是运动。你去跑步，去游泳，去打球，你那些情绪自然就发散掉。你不要去摔东西，不要去骂人，那都是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的。你看那些运动员，他们很少有情绪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天天在运动，那些不好的情绪都通过运动发散掉了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要学会感恩。你看现在的人总是觉得别人欠他的，所以一天到晚都在抱怨。你有饭吃要感恩，你有衣服穿要感恩，你有房子住要感恩，你有工作做要感恩，你有家人要感恩。你感恩，你就会发现你拥有的比你没有的多得多。你还有什么好抱怨？你的情绪自然就会好起来。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中庸之道。什么叫中庸？就是不偏不倚，恰到好处。你不要太高兴，也不要太悲伤，你不要太兴奋，也不要太沮丧。你保持一个平常心，这样你的情绪就会比较稳定。你看那些修养好的人，你很少看到他们情绪失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懂得中庸之道，他们知道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。情绪管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要学会接受。很多事情是你改变不了的，你就要学会接受。你不能改变别人，你只能改变自己。你不能改变环境，你只能适应环境。你不能改变过去，你只能把握现在。你一接受了，你就不会那么痛苦了，你的情绪就会好很多。有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有个人去请教禅师，说我最近很烦恼，怎么办？禅师说，你烦恼什么？他说，我儿子不听话，我太太老是唠叨，我老板老是刁难我。禅师说，那你改变他们啊？他说，我改变不了啊。禅师说，那你就接受啊。他说，我接受不了啊。禅师说，那你就继续烦恼啊。你看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你要么改变，要么接受，要么就继续烦恼，没有第四条路。所以我们要学会情绪管理，首先要改变观念，要知道情绪是可以管理的，不是不能控制的。然后要学会调整心态，同样一件事情，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，你的感受就完全不同。再来，要学会疏导，不要压抑，要通过运动、谈话等方式把情绪发散出去。最后要学会感恩和接受，这样你的情绪就会越来越稳定，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快乐。我希望各位记住，你的情绪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不要怪别人，不要怪环境，要怪就怪你自己不会管理情绪，但是怪也没有用。你要做的就是从现在开始学会管理你的情绪，让你的情绪为你服务，而不是让你被情绪所控制。这样你才能做自己的主人，你才能过得快乐，过得有意义。我今天讲的这些，不是要你们马上就能做到，这是需要时间的，需要练习的。但是你只要开始有这个意识，开始去尝试，慢慢的你就会发现，你的情绪管理能力会越来越好，你的生活品质也会越来越高。记住，情绪管理是一辈子的功课，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的。但是只要你肯学，你一定会有收获。